9月11日清晨，一则突如其来的消息在华语娱乐圈炸开了锅。演员于朦胧在北京因坠楼离世，年仅37岁。这位曾经用温润笑容、细腻演技俘获无数观众的男演员，就这样匆匆谢幕。消息一出，无数粉丝难以置信，朋友圈、微博瞬间刷屏，仿佛全网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是他？为什么如此突然？据知情人透露，9月10日晚，于朦胧与几位圈中好友小聚，气氛和谐，并未表现出异常。可就在次日凌晨，他却被发现倒卧在自家楼下，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7岁。现场勘查中，警方在他口袋里发现了2块价值不菲的劳力士手表，而卧室的防蚊网却被人从内侧强行掀开。这些细节立刻引发了网络热议，这到底是意外，亦或另有隐情？邻居的描述更让事件扑朔迷离。凌晨时分，有人听到短促的砰声，却未曾在意。直到清晨，才在小区花园发现了倒在地上的身影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凝固。救护车与警车很快赶到，但医生只能宣布噩耗。围观者的心中涌起的不仅是惋惜，更是沉重的疑问：为什么一个刚刚还笑语盈盈的人，突然之间失去了所有未来？警方第一时间介入调查。经过勘验，初步排除他杀可能，但并未明确公布死因。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述让外界浮想联翩。有人猜测是意外坠楼，有人怀疑心理问题，更有人怀疑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。真相尚未揭晓，留给大众的只有无尽的猜测与心痛。在细节中，最令人费解的莫过于口袋中的2块劳力士手表。为什么一个人会同时随身携带2块昂贵腕表？这到底是巧合，还是暗示着他原本有其他打算？一些网友甚至大胆推测，这或许是他最后留给世界的某种讯号。而警方则保持沉默，没有做进一步解释。另一处异常是卧室窗户的防蚊网被掀开，有人认为这显示出他是主动翻出窗外，而非意外跌落。若真如此，那么背后动机更令人困惑，是心理压力，是某种未解的心结，还是无声的求助？这块被掀开的防蚊网成为了所有人追问的起点。于朦胧的骤然离世，不仅让粉丝心碎，也让整个娱乐圈陷入沉默。多位合作过的演员、导演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，言语中满是震惊与不舍。一些同行直言，他一直很温和，从未与人起过冲突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这种性格温润与离世方式的强烈反差，更让人难以接受。消息传出后，粉丝们自发前往他曾经拍摄过的取景的献花点烛。社交媒体上，于朦胧37岁坠楼劳力士相关话题迅速冲上热搜。有人写下长文回忆他带来的温暖瞬间，有人哭着留言：你还没来得及结婚生子，还没来得及享受生活，为什么要走得这么突然？这份集体哀悼折射出他在无数人心中的重量。事件发生后，大批媒体蜂拥而至，试图挖掘更多细节。但与此同时，也有声音呼吁不要过度消费逝者的悲剧。每一次标题党的推送都是对家人和朋友的2次伤害。如何在真相与尊重之间取得平衡，成为社会必须思考的问题。近年来，娱乐圈因心理问题离世的案例屡见不鲜。高强度的工作压力、无休止的舆论关注，都可能让艺人陷入孤独和焦虑。于朦胧的离世再次敲响警钟，艺人也是人，他们也需要关心与陪伴。公众光鲜的背后，可能隐藏着难以言说的脆弱。于朦胧的父母与家人接到噩耗后，几乎难以承受。邻居透露，家属痛哭不止，拒绝接受采访。他们失去了一个至亲，而网络上各种未经证实的猜测与谣言，更让他们雪上加霜。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打击中，他们需要的不是外界的揣测，而是真诚的安慰与支持。从太子妃升职记到轩辕剑，再到音乐与舞台，于朦胧的演艺之路充满努力与突破。他不是流量最顶尖的艺人，却始终保持谦逊与专注。许多观众记得他的温柔眼神，他对角色的用心塑造。如今，这一切都成为定格在记忆里的光影。尽管警方已排除他杀，但外界依旧有许多声音追问，为何现场有如此多疑点？为何没有第一时间公布完整调查？真相是否会被掩盖？
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，每一处空白都可能被无限放大，衍生出更多传言。人们渴望真相，但真相往往来得缓慢而沉重。社交媒体让消息瞬间扩散，但也加剧了情绪的波动。有人理性分析细节，有人盲目跟风转发谣言。网络的力量既能让真相浮出水面，也可能让悲剧二次放大。如何理性对待、谨慎传播，是每个网友都需要思考的问题。37岁本该是人生中最好的年华，却成为他生命的句点。这种无常提醒我们生命的脆弱与短暂。也许真正该做的，不是揣测背后有多少阴谋，而是珍惜眼前人，把握当下的每一分温暖。他的离世让粉丝们意识到，偶像不是不倒翁，他们同样会疲惫，会崩溃。与其在事后流泪，不如在日常给予更多理解与支持。每一条善意的留言，每一次温柔的守候，或许都能成为支撑他们继续前行的力量。与朦胧事件也让业内人士开始反思艺人管理、心理疏导、舆论保护是否足够，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。娱乐产业不仅是光鲜的舞台，更应成为健康与关怀的环境，否则悲剧可能还会重演。无论真相如何，于朦胧已经离开，他带来的笑容、音乐与角色将永远留在粉丝心中。对于我们而言，最重要的或许是放下过度的猜测，留下最真诚的怀念。事件的某些细节像磁石一样吸引所有人的目光。有人在现场图片与目击说法中提到，受害者口袋内出现了2块劳力士，而其卧室窗户的防蚊网被从内侧掀开。表面上这些细节看似零散，但拼合在一起会引出3种不同逻辑链条。第一种逻辑是意外不慎，深夜醉酒后误踩窗沿或不慎跌落，口袋里的手表属于其好友或临时借用。第二种逻辑是自伤自尽的可能性，如果当事人主动走向窗边并打开防蚊网，是否存在明确的心理压力与事件触发点。第三种逻辑则是刻意布置或误导，有可能有人为了混淆视听，故意将某些物品置于现场，或在事后改变现场细节。无论哪种逻辑，都有关键证据能否被查证，监控录像、法医毒理报告、手表来源与指纹比对、邻里证词的一致性与时间线。到目前为止，虽然警方已通报排除他杀，但这些疑点仍以网传媒体报道形式存在，需等待鉴定与公开结论才能还原真相。一桩悲剧之所以持续发酵，不只是因为事实本身，更因为媒体与社群如何解读与放大信息。面对明星骤然离世，社交平台上会迅速出现2类声音，一类是理性期待官方与司法透明，呼吁尊重逝者与家属；另一类则热衷拼凑悬疑剧情，在细节上放大想象，甚至产生阴谋论。此时媒体的伦理显得尤为重要，记者应坚守核实原则，不以流量为先去夸大或先入为主地下结论；公众则需要培养信息鉴别力，不轻信未证实传闻，不参与对家属的网络骚扰。就司法与事实层面，最能平息公众疑问的步骤包括公开或由权威说明的法医报告，特别是毒理与伤痕分析，逐步释出的监控与时间线证据，对关键物证如手表指纹、被掀网的物证采样，依法开展鉴定。只有在程序正义与透明度提高时，谣言的温床才会萎缩，而社会的理性讨论才能回归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应提醒自己，在未有最终结论前，保有对逝者的尊重与对家属的体谅，是每一个旁观者应有的基本态度。双手合十的人，感谢大家读到这里。如果你也被这段故事触动，请在评论区留下你对于朦胧的回忆与感想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把视频分享给更多朋友，让更多人一起缅怀这位温润如玉的演员。